外国媒体利用我国限电大做文章，我国为何要进行限电呢？知道事情真相后，外国媒体又该失望了。敬请关注本期国际热点。近一段时间，我国的浙江、江西等南方省份出现了限电的现象。由于此前我国基本上都会出现一些产能过剩的现象，现在却突然开始限电，因此不少外国媒体把这一现象与我国制裁澳大利亚煤炭产业结合在一起，开始对我国大做文章。据了解，《纽约时报》报道称，整座城市一片漆黑，中国数百万人限电。《南华早报》报道称，后疫情时代出口激增，煤炭供应短缺，中国正在遭受10年来最严重的电荒。更加离谱的是，《每日邮报》的报道，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由于中澳关系紧张，中国限制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从而导致中国10几座城市被迫限电，工厂停电，路灯熄灭。不得不说，外国媒体瞎编乱造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对于抹黑中国的事儿，他们特别在行。有时候芝麻大点的事儿被活生生的说成西瓜大。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我国的江西、湖南等省份的确出现了限电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据分析，我国之所以推行这种限电政策，是因为我国的这些省份正在推动能耗双控和减煤炭的计划。通俗来说，就是我国此举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此来达到环保的效果。所以说，我国因为限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导致我国出现用电荒的这一谣言不攻自破，并且也有数据表明，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那点煤炭并不会给我国造成用电荒的情况。不仅如此，我国之所以限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缓解高峰期的用电压力。由于我国率先抗疫成功，因此我国的不少工厂开始接到大批来自于外国的订单。由于订单非常众多，各个工厂不得不加班加点的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因此这些工厂同时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对我国供电设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国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才会选择进行限电。由此可见，我国之所以限电，并不是因为电不够用，而是因为用电压力太大了。不过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出，眼下别的国家经济还是处于萧条当中，我国经济却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所以说，我国的表现再一次让外国媒体失望了。不仅如此，这次的限电也让我们意识到，我国的供电设施还是有些欠缺。毕竟按照国外的抗疫情况来说，他们的工厂依然很难复工复产。所以说，这些国家很有可能还会给我国下更多的生产订单。这样一来，我国的供电设施的压力会持续存在。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建设我国的供电设施，并且也要积极发展新能源。